如果今天我只是听到公共区域的警铃声，我没有听到自己家里住警器的声音，那代表什么？这个火点是烧在别人家或者是公共区域，不是在我自己家里头的范围。所以我只要关门就好。是的，甚至你不起来查看，我认为影响都没有那么大。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跟住警器有关的。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上个礼拜跟我的高中棒球社的同学聚餐了一次。那当天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有在分享到说大家最近近况做些什么事情。那我有一些同学其实也真的有在追踪我们的 IG， 他就跟大家讲说，记得要去装住警器。那可是呢，就有一个同学他就提了一个疑问，他说，可是我家住在那个大楼，他本来就有警报器了呢，那这样子需不需要装住警器呢？所以我想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主要聊聊的话题。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两个东西的差别。我们在讲到这个火警自动警报系统，那这些系统式的警报设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你的探测器也好，你的警铃也好，它们都是要牵电线的。这些系统式的警报设备你是没办法自己安装，讯号线会接到火警的受信总机。那之前跟大家分享，你到公共场所怎么判断场所是否安全，有教大家要看受信总机。那台机器会告诉你，我今天哪个位置发出警报。那这个受信总机就像人的大脑一样，它是接收讯息以及发号施令的地方。那这些探测器就像是人的眼睛跟耳朵，让你去监看周围的环境是不是有所变化。探测器侦测到讯号，讯号传给受信总机，受信总机这边知道了，他要让其他人也知道发生火灾，受信总机就会再发出一条讯息给火警警铃，警铃就发出警铃声，这个现场的人就会知道，发生火警了。这个是火警自动警报系统它大概的运作原理。那我们讲到这边可以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火警自动警报系统它侦测火警的位置跟发出声音的位置其实是不同的设备。那这一点跟我们的住警器有很大的差别。住警器本身它不需要接线，所以住警器它是哪一颗住警器侦测到火警，那么那一颗住警器就会自己发出声音。那我们了解这个差异之后就可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了，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社区住宅你也要装住警器。首先，火警自动警报系统侦测的位置跟发出警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各位，如果你住社区大楼的话，你在你自己家里面的空间会看到火警的警铃或者是扩音喇叭吗？没有。警铃我们都装在公共区域，像是这个楼梯间，不太会说装在自己家里头。像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有时候这个门隔音效果越做越好，而你把这个玄关门关起来，而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在房间又把房间门关起来，那外面警铃真的在响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听得到吗？不一定我们之前还住在红树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的是社区大楼，有一天在做消防广播测试，我就发现呢，我在客厅很仔细听，你隐隐约约好像听得到有什么声响，但是真的进到房间完全听不到。消防测试，万一你的客厅发生火灾了，探测器侦测到火警，但是它的声音却不是出现在你家里头。结果你今天在房间里睡觉，你客厅明明烧起来了，但是你听不到警铃的声音，你还是会太慢发现。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可是我家的门没有那么好的隔音效果，我家里其实听得到外面的警铃声。各位，我还是建议你要安装，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听到声音的种类来判断起火点是不是在我家里头。假设火点烧在我自己家里头，那我可能就会听到外面的警铃以及自己家的住警器声音。那这时候我在房间里，我就会晓得这个火烧在我家里头。那这时候你的应变作为可能就要特别留意要小心开门，确定状况，然后再做下一步动作。如果今天我只是听到公共区域的警铃声，我没有听到自己家里住警器的声音，那代表什么？这个火点是烧在别人家或者是公共区域，不是在我自己家里头的范围。所以我只要关门就好。是的，甚至你不起来查看，我认为影响都没有那么大。但是呢，
要判断这个火点是不是在自己家里，你可以高枕无忧，还是说你要提高警觉？你如果装了住警器在自己家里，你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判断。那最后一个理由，你住社区大楼的时候，你有曾经看过检查人员到你们家里面来检查你们家中的消防设备吗？没有。就算有，我觉得有些人他会拒绝。是的，没有错。其实依照法规，社区大楼每1年要做一次消防设备检查，他可能今天来检查时也不会到你家里面来检查，大家不见得愿意让人进来你自己家里。我们去检查的人员都不会特地挨家挨户去问大家说，你愿不愿意让我们进去检查？所以我们检查都把重点放在公共区域。所以我们自己住在社区大楼，每一次被检查到的都是公共区域，但自己家里头呢，搞不好不曾检查过。这种系统式的设备不是我们一般民众能够做自主检查的事情。家里头这些系统式设备到底有没有故障，有没有坏掉，你真的很难掌握。如果你今天在自己家里装了住警器，住警器是我们有办法自己做自行检查的。测试正常。这就是测试功能。那你现在长按。火灾，发生火灾，会受此惊兆。这么可爱。刚声道，这个就是警报时的声音。你在维护、保养跟确保它功能运作正常这件事情，你会比较能够掌握。基于上述的这些理由，社区大楼也有安装住警器的必要性。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关于这一集的分享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也是住在社区大楼吗？你有被检查过你家的警报设备吗？欢迎下面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我们之前住红树林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我要出门，就发现到说奇怪，我们电梯怎么不会跑了？结果我走到楼下的时候呢，看到门口停了一台消防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大概10点左右，我就问了一下那个我们的警卫人员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跟我们讲说，刚才10楼发生火灾了。那他说其实大概是差不多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我想起来那一天了，就是我们外面窗户都湿湿的这样子，因为他们在涉水。是的，是的。可是那天我都没有听到任何的声响。对，我也没有。这就是我们讲的，不只是以前我们遇到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自己亲身的经验其实也证实了这一点。讲真的，你住社区大楼，起火点不在你家里，别人家发生火灾，你关在家里头不出去不反应，说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影响。